各位安康生活的朋友，我是苏婉晴。请想象你正飞往远方，机舱昏暗宁静，你蜷在座位上，像个普通的疲惫旅人。可当空服员经过，只一眼，他心里或许已响起提示：叮，这位是台湾来的客人。难道我们有 TW 隐形标签？其实无关长相或穿着，而是深植于行为中的文化 DNA。我们在台湾生活所养成的模式，无声诉说着我们从哪里来。空服员这么做，并非为贴标签，而是专业的课前预习。在航班这个小社会，快速判断乘客的文化背景，是为了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例如，误认台湾客为日本客，可能会使用过于恭敬的方式，反而让我们感到压力。若误用过于直率的风格，我们又觉得不够细腻。看清来源，是为了让互动刚好符合你的习惯与期待，使漫长的飞行更加舒适。这种洞察是让服务精准对接你的频道，一切都只为让你更自在。好了，背景聊完了，我们现在就来好好解密，看看苏婉晴，我从好几位资深外籍空服员朋友那里打听来的，他们私下交流的食人秘诀到底是什么？这3个方法，一个比一个有趣，据说准确率高得惊人哦。第一个方法，你可能猜是不是口音？我们台湾人讲话的国语跟北京腔的普通话确实不一样吗？这个当然算一部分，但对于那些完全不懂中文的外国空服员来说，什么卷舌不卷舌，他们根本听不出来差别。中文对他们来说就像一连串复杂的音调，他们捕捉到的其实是一种更整体的声音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情绪的频率。我有一位在航空公司飞了快10年的空服员朋友，他是英国人。他就跟我分享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台湾乘客说话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柔软度，像是不带棱角、圆润润的音波，听起来没什么攻击性。这个具体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音调，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台湾人，特别是跟陌生人讲话的时候，声音会不自觉地上扬一点点，听起来比较轻快，比较友善。但最关键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的句子里面总是镶嵌着好多像小星星一样的语气助词。这些欧拉耶吼，在外语里要么没有，要么意思完全不一样。空服员虽然听不懂这些字的意思，但他们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字带来的那种情绪温度。我们来玩一个情境模拟游戏，假设在飞机上，你想跟空服员要一杯水，看看不同地方的人会怎么说。一位美国乘客可能很直接地看着空服员，带着自信的微笑说 Can I get some water, please? 目标明确，干脆利落。一位英国乘客可能会更迂回一点，用上扬的语调问 Excuse me, could I possibly have a glass of water? 礼貌中带着一点距离感。一位日本乘客如果用英文，可能会有点紧张，身体微微前倾，小声说 Water.Please， 一位来自其他国家、性格比较奔放的乘客，可能声音洪亮的直接喊 Hey, water here。 那我们台湾人呢？画面通常是这样的，我们会先悄悄观察一下，看空服员是不是正在忙别的事。等到他的眼神终于望过来，我们赶紧露出一个有点不好意思的微笑，然后用一种轻轻的，好像怕打扰到旁边人的声音说不好意思哦，请问现在还可以要一杯水吗？请你仔细品品这句话，精髓根本不在水这个字，而在那个拉长音的 o 和最后那个小心翼翼的吗？就算我们换成英文，那种味道也跑不掉。我们可能会说 Excuse me, sorry to bother you, but if it's not too trouble, could I have some water?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给对方留一个拒绝的余地，生怕自己的请求给别人添了一丁点麻烦。我那位英国朋友特别提到，台湾女生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音乐性，就是我们常说的嗲。但这个嗲在这里不是贬义词哦，它是一种很有效的社交润滑剂，能让对话的氛围瞬间变得柔和。这种说话方式在其他讲中文的地方其实是很少见的。比如说，当空服员把餐盒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少干巴巴地说谢谢，我们会说谢谢你哦，或者谢谢啦。这个欧和拉就是我们的身份密码，在外籍空服员的耳朵里，这些尾音听起来就像声音的缓冲垫，软软的。他们虽然不懂语法，但能直接感觉到这个声音在说我是友善的，我没有恶意，我很感激你。不只是女生，台湾男生也一样。当然男生不会像女生那样撒娇，但比起其他一些亚洲地区的男性，台湾男生的语气普遍也更温和，更平缓。很少会有那种非常强势的命令式的口吻，声音也不会刻意压得很低沉或充满爆破力。我们也喜欢在句子后面加小尾巴，这个电影蛮好看的耶，等一下会不会发入境卡啊？外面天气好像不错哦，还好啦，你帮我看一下哈。你想想，你平时是不是也这样说话？这些哦啦耶吼
哈，共同编织出了台湾人独特的沟通氛围，而它的核心底色就是温和。长途飞行的空服员工作压力其实很大，要面对各种焦虑、疲惫，甚至有点不讲理的乘客。当他们在嘈杂的机舱里，忽然听到这种带着软软尾音、语调轻柔的说话声时，他们的潜意识会立刻松一口气，心里默默贴上标签 OK， 这是台湾客人，这一区应该会很平和，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乘客大概率是通情达理的，好沟通的，不会突然为了小事而大声争执。另外，我朋友还补充了一个超细微的观察，就是关于音量。他说，台湾乘客在飞机上，即使是跟亲朋好友坐在一起，聊天说话的音量也会有一种自我克制的感觉。我们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安静到近乎绝对的沉默，我们会聊天，但用的是那种近乎气音，或说悄悄话的音量。我们对公共场合的噪音控制有一种天生的敏感，这和某些习惯在机舱里高声谈笑，仿佛在自家客厅的旅行团形成了鲜明对比。你一定也在飞机上受过这种折磨，某几排的乘客讲话声大到全机舱都听得见，看影片不开耳机，讲电话用免提。当这种喧闹出现时，空服员的眉头会皱起来，但是当机舱里出现一种嗡嗡嗡的克制而密集的交谈声，中间偶尔夹杂着轻轻的笑声和真的假的啦，对啊，没错哦，这样的软软回应时，空服员就会会心一笑，这一片肯定是台湾乡亲。所以这第一个秘密就是我们的声音温度，它向世界发射出一种无形的信号，我不想打扰你，我希望我们能愉快相处。这是一种带着高度辨识度的文化温柔。如果说第一个声音密码是我们不自觉的被动技能，那这第二个辨识方法就是我们的主动技能了，是在我们与人互动时才会明显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这个方法更让人惊讶，因为它几乎可以说是台湾限定，它折射出我们文化里一种非常底层的性格，就是在接受服务时那种过度的礼貌和极致的客气。注意哦，我用的是过度和极致这两个词。你可能会想，有礼貌不是好事吗？日本人不是也很有礼貌？英国人不是也很绅士？不，我们的礼貌和日本人的礼貌本质上是两回事。日本人的礼貌是一种高度社会化、标准化，为了维持和谐与适当距离的礼仪规范，他们对你90度鞠躬，但你可能会感觉到一堵礼貌的墙。而我们台湾人的礼貌是源自内心深处一种怕麻烦别人、不好意思、带点愧疚感的人情味。这里面藏着空服员认出我们的第二个关键，浓缩成我们几乎成了本能的国民口头禅，那就是不好意思。你回想一下，在一趟长途飞行里，你总共会说几次不好意思？场景一，空服员推着餐车过来问鸡肉还是牛肉，你刚好在打瞌睡，被他温柔叫醒。你睡眼惺忪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十有八九是不好意思，我要鸡肉，谢谢。发现了吗？这明明是他的工作，是你付了钱应该享受的服务，而且是他打断了你的睡眠。但在我们潜意识的小剧场里，演出的却是，哎呀，我睡着了，害他要特地停下来叫醒我，真是给人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场景二，空服员递给你一杯滚烫的热茶，你接过来的时候，除了谢谢，是不是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补上一句不好意思，麻烦你了？甚至很多人会双手去接，还伴随着一个微微的点头。我的空服员朋友们都说，全世界好像只有台湾乘客会因为接受服务这件事本身而感到抱歉，这让很多西方空服员一开始非常困惑，甚至有点受宠若惊。对美国乘客来说，你给他餐点，他可能点个头说 thanks， 或者直接接过去就开动了。在他的观念里，这是商业交易，我付钱你服务，理所当然，不需要额外的情感表达。欧洲乘客也会说谢谢，但那是基于一种平等的礼貌，唯独台湾乘客那一句句不好意思，里面包裹着一层让你受累了、占用你时间了的微弱歉意。这种歉意就是我们最鲜明的识别标签，而这种心态还催生出一个更神奇、更让外国空服员大开眼界的行为，那就是我们普遍不敢按那个服务铃，座位上那个画着小人图案的按钮，设计出来是干嘛的？不就是让你在需要喝水、觉得冷、需要帮助的时候按一下呼叫空服员吗？它是一个功能单纯的工具，对很多欧美乘客来说，按这个铃就跟按电梯按钮一样自然，但在我们台湾人的心里，那个小小的塑料按钮仿佛有千斤重，或者一按下去就会启动什么尴尬的自爆程序。我们宁愿渴到嘴唇干裂，宁愿冷到瑟瑟发抖，就是不敢伸出手指去按它。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戏实在太丰富了。空服员现在好像在忙发餐，我按铃会不会很白目？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可能正在后面休息吃饭，我现在按会不会打扰他们？只是一杯水而已，特地按铃把人叫过来，感觉我像奥客一样，太不好意思了啦。算了，再忍一下，等他等下经过的时候，我再顺便说好了。于是在机舱里就会常常出现一幕极具台湾特色的景象，被外国空服员戏称为台湾望夫石。一个台湾乘客明明很想喝水，但他绝不按铃，他会开始像长颈鹿一样悄悄伸长脖子，眼神在走道上来回巡逻，焦急地搜索空服员的身影。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终于一位空服员从帘子后面走了出来。这时候，这位台湾乘客会立刻用一种极其微弱、幅度极小，仿佛在做秘密手势的方式举起手，通常手肘还粘在扶手上不肯离开，或者只是用一双充满渴望的、水汪汪的眼睛死死盯住空服员，试图用念力把他召唤过来。当空服员终于捕捉到这个微弱的求救信号，走过来问：先生女士，需要什么吗？这位乘客还不敢直接说我要水，他会先进行一波歉意铺垫。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现在方便给我一杯水吗？这一整套复杂的内心挣扎、自我说服和欲言又止的肢体语言，在外籍空服员眼里，简直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绝佳样本。他们心里可能在呐喊：我的天，你渴了你就按铃啊，那个铃就是给你按的啊，你为什么要忍受？为什么要上演这出默剧？我朋友笑着说，他现在只要在客舱巡视时，看到有乘客明明一脸有需求的样子，却又不敢明说，在那里左顾右盼，眼神飘忽，嘴唇微动又闭上，他就敢打包票，这个人10有8九是台湾人。这时候有经验的空服员会主动走过去轻声询问，而那个乘客则会露出一种终于得救了，得感激表情，然后开口的一句，永远是那句经典的不好意思。我们把不给人添麻烦内化成为一种至高美德，即使是在我们明明付费购买了服务的场合，我们依然无法摆脱这种体贴到近乎谦卑的文化习惯。我们宁愿自己忍受身体上的不舒服，也不愿意让别人因为我们而多走一步路，多做一个动作。这种过度的体贴、过度的客气，以及那如影随形的不好意思，就是辨认台湾人的第二个准确率极高的方法。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在讲究个人权利、主张直接表达的西方社会，甚至在很多其他亚洲国家都实在太特别了。当你把第一个方法软软的语气和可爱的尾音和第二个方法充满歉意的互动模式结合起来时，辨识的准确率几乎已经冲到 99% 了。但是先别急，还没完呢。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让人心头一暖、最无可辩驳的终极证据。接下来要说的这第3个方法比前2个更有戏剧效果，因为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它只发生在某一个极其特定、非常短暂的时间点。而且根据多位资深空服员的观察，就在这个瞬间，超过 90% 的台湾人都会像被统一设定了程序一样，做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条件反射动作。你准备好了吗？猜猜看是什么？是飞机安全落地时，我们会集体鼓掌吗？不，那是俄罗斯人，或者某些经历了超级惊险降落、劫后余生的欧美乘客才会做的事。我们台湾人通常比较冷静，不轻易鼓掌。是飞机轮子一着地，还没停稳，我们就急着站起来开行李舱吗？这个虽然很多人会做，但这是全球急性子旅客的共同毛病，不止台湾人，很多地方的人都这样。这个台湾人限定的 90% 瞬间，发生在飞机轮胎砰的一声接触到跑道地面。机身开始剧烈震动，引擎反向推力发出巨大轰鸣，飞机还在以高速滑行的那个时刻，请你仔细回想这个画面，飞机刚触地，机身还在晃，广播正在用中英文大声播放，各位旅客，飞机已经降落，为了您的安全，请继续留在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等飞机完全停妥，安全带指示灯熄灭后，再请起身拿取行李。广播还在念，空服员自己都还坐在 jump seat 上做安全确认。但就在这个高速滑行的、理论上还充满变数的时刻，机舱里会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情，超过90%的台湾乘客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不约而同地从口袋、随身包或前一秒还抱在怀里的外套中掏出他们的手机。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现代人手机成瘾，全世界的人落地第一件事都是看手机啊。
不，这很不一样。关键的区别在于动机和那种急迫感。其他国家的人拿出手机，可能是为了关闭飞航模式，准备连机场 WiFi、叫网约车、查地图，或者看看飞行期间错过了什么重要的邮件或球赛比分。他们急，但那是一种功能性的急。但我们台湾人掏出手机，是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情感使命的，几乎像一种宗教仪式。这个使命只有3个沉甸甸的字：报平安。在飞机还在滑行，通讯信号理论上还不稳定，航空规定也尚未允许使用手机通讯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解锁屏幕，眼睛死死盯着屏幕左上角的信号格，寻找那微弱跳动的1格、2格漫游信号或行动数据。我们不是急着查股票，不是要刷 Instagram， 也不是要回老板的夺命连环讯息，我们的手指会本能的、飞快地点开那个绿色的我们最熟悉的通讯软件。LINE 这本身也是个台湾特征，找到那个被置顶的群组，可能是幸福一家人，我们这一家，或者是和妈妈、和配偶的私人对话框，然后打下简短却重如千钧的几个字：我到了，或者落地了。又或者直接传送一张隔着飞机窗户拍的模糊的机场跑道照片，再配上一个笑脸或爱心贴图。这个动作对我们台湾人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像膝跳反射一样无法控制。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做这件事，它仿佛已经写进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我的空服员朋友曾向我描述那个让他震撼的画面：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他按照规程在走道做最后巡查时，只要这是飞往台北的航班，他放眼望去，一排排的座位上就会像星空一样亮起无数个小小的长方形的屏幕白光，几乎每一个低着头的人都在专注地进行同一个动作，传讯息。他说那个画面常常让他觉得莫名感动，因为他飞其他很多国际航线，比如飞纽约、伦敦、悉尼，飞机落地时大家也急着开手机，但那种急是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急啊，工作要来了，我得赶紧叫车了，看看今晚住哪里。但台湾乘客的那种急，是一种情感上的急，是一种我必须立刻告诉我最亲的人，我平安抵达了，请他们不要担心的迫切。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是台湾社会里非常深厚的孝顺文化和那种紧密到化不开的家庭情感连结。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一次出国远行从来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全家的事。让我们倒带回放一下整个过程，从你拖着行李出门那一刻起，妈妈的 LINE 可能就来了。出门了吗？护照机票带齐了没？你到了机场会回，到机场了再排队托运行李，过了海关安检会拍一张登机口的照片，过海关了再等登机，坐到飞机座位上系好安全带，会再传最后一条，上飞机了要飞咯，到了跟你说拜拜。然后就是接下来数小时、10几小时的失联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能在飞机上吃着难吃的飞机餐，看着电影，试着入睡，但我们心里很清楚，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有人一直在牵挂。爸爸妈妈可能看着时钟，心里默默计算，现在应该飞到日本上空了吧，差不多该到了呀，怎么还没消息？会不会有什么事？这种被等待、被牵挂的温暖重量，就转化成了我们飞机轮胎触地那一刹那，从心底涌起的那股巨大责任感。所以，当飞机砰一声接地，那个报平安的开关就会自动弹开，管它什么安全带，指示灯还亮着。管他什么广播还在说请勿使用手机，那一刻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要把那句我到了发送出去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这简单的3个字能让远方那颗悬着的心安安稳稳地放下来，能让家人今晚睡一个好觉。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外籍空服员们说，每当看到这种集体报平安的温暖景象，他们都觉得既有趣又温馨。因为在很多西方文化里，成年子女和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美国年轻人落地，他第一个联系的很可能是来接机的朋友、同事或是伴侣，他不太会有一种我必须立刻向父母报告行踪的义务感。如果他落地后几个小时才跟爸妈报平安，爸妈也觉得挺正常。但如果是台湾人，你落地后2小时才慢悠悠地跟妈妈说我到了，你妈妈的 LINE 可能已经被未接来电和几十条焦虑的语音讯息塞爆了。到了没？怎么没消息？飞机是不是延误了？急死我了！看到快回电。这就是空服员用来辨识我们的第3个，也是最温暖、最充满人情味的终极密码。好了，今天苏婉晴和大家就像用显微镜一样，细细拆解了这3个外籍空服员辨认台湾乘客的秘密方法。我们来快速复习总结一下。
第一，声音的温度，我们说话音调偏软偏高，句子塞满了欧拉夜吼，这些充满善意的语气词，让我们的沟通听起来特别温和友善。第二，互动的谦卑，我们骨子里刻着不好意思4个字，过度客气，甚至因为接受服务而道歉。我们害怕造成别人一丝一毫的麻烦，连按服务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第三，家庭的羁绊，也就是那个90%的瞬间，飞机一落地，不顾一切先掏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这显示了我们与家庭之间那种深厚紧密的情感纽带。说真的，我在为安康生活频道准备这期内容，整理这些素材的时候，我自己也一边看一边忍不住点头傻笑，因为这3条，我苏婉晴本人条条命中，而且是100%吻合。我讲话就是离不开欧啊和啦，我就是在飞机上宁愿可到怀疑人生也不敢按铃的那种人，我更是那个飞机轮子一碰地，就算天塌下来也要先传妈妈我到了的那种女儿。这些方法与其说是外国人的观察术，不如说他们就是我们台湾人的文化自画像。也许有人会觉得，哎呀，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小心翼翼了，太客气了，太恋家了？但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些特点一点都不丢脸，反而我深深地为此感到骄傲。这代表了什么？它代表我们是一个懂得温和待人的族群，我们习惯用柔软的姿态去避免冲突，营造友善的空间。它代表我们是一个天生懂得体贴的族群，我们总是先为对方着想，宁愿自己不方便，也不愿成为别人的负担。它更代表我们是一个把家和亲情看得极其贵重的族群。在这个越来越快、越来越冷漠的数码时代，我们依然牢牢守护着那份最原始、最真挚的牵挂与爱。这就是我们，这就是可爱的台湾人。所以，下次当你搭乘长途航班，经过那位外籍空服员身边时，不妨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说一声谢谢你哦。我相信他一定会回你一个了然于心的亲切的笑容，因为他知道他正在服务的是世界上最友善、最体贴、最温暖的一群乘客之一。看完苏婉晴今天在安康生活频道和大家分享的这篇长文，你觉得这3个辨识方法准不准？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每一条都狠狠戳中，膝盖插满箭？尤其是最后那个落地报平安，你是不是也是那个信号一格就心跳加速，急着传讯息的人？或者作为旅行高手的你，有没有观察到其他你觉得这绝对是台湾人才会做的事的独特旅行习惯？比如看到排队就想跟着排，出国行李箱里一定要塞几包泡面。欢迎你在安康生活频道下方诚实的、放心的分享你的答案和故事，让我们一起聊聊这些有趣又温暖、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小密码。如果你喜欢苏婉晴今天这篇掏心掏肺的深度分享，觉得它说进了你的心坎里，或者让你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自豪，请你一定要帮我按个赞，并且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你在屏幕前的每一个赞，每一次分享，都是支持我在安康生活频道继续挖掘、继续讲述这些贴近我们生活的故事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次见，拜拜喽。